元尊和圣神的双神之战结束，已经过了数百年的时间。曾经圣族强者的时代已经过去，天元界的最强之神元尊周元抽离神骨，自碎神体，再无踪迹，失去了第一序列神之力。不过神骨化作亿万光点，倾洒至整个天元界，施展神法，为整个天元界种下神骨。这一日被永远的铭记在了天元界的历史之中。此后，天元界进入到了新纪元，视为神元纪。同时，这片世界中诞生了6尊之神：武神、武瑶、吞噬之神、赵牧神、紫霄女神、苏佑威、剑神、李纯君、青神、楚清、祖涛之神、吞。如今的天元界已经成为神纪元世界。随着6尊之神的诞生，天元界又恢复到了巅峰时期，甚至比巅峰时期更加的鼎盛，各大诸天，气运如虹。而6尊之神中的武神武瑶与紫霄女神苏佑威，为了变得更强，二人则是选择离开了天元界，前往界外之宙更高等级的第1等级世界。后来元尊周元与自己已经身孕的爱妻夭夭也一同离开了天元界，因为想要变强，他们都必须离开天元界。他们也渐渐地发现，如果继续留在天元界中修炼，这里的资源已经无法竟然让自身的实力再度得到提升，从而必须要离开自己的世界，前往那由9个世界组成的大宙之中。大宙中的世界分3个等级：炎帝、五祖、木主所在的大千世界为第3等级的世界，而天元界乃是第2等级的世界。但是自天元界进入神纪元后，在第2等级之中成为最强的大界。他们离开天元界，则是飞升至第1等级的位面世界，而那里将会是大宙中最顶级的位面世界，被称为神世界。这里是一个众神汇聚的位面世界，每一个的实力皆是超脱主宰之上的神圣存在。所有对于第1等级位面和第3等级位面世界中的最强主宰巅峰强者，第1等级位面的神世界是他们这些巅峰强者所追逐成神之路，那是一个未知神之领域。大宙宙海的某一处黑暗空间，此时有着无数狰狞而漆黑的方舟划过，在那为首的方舟之中，一位白袍男子负手而立，望着划过的光流，他立于方舟最高处，自有一股难以形容的威势在弥漫。突然间，白袍男子淡淡的开口道：如今我圣族应该比离开那天元界时更为的强大了吧？在其后方的阴影之中，有声音传来：禀圣神，我圣族在您的率领下早已今非昔比。眼前这位白袍男子便是当年圣神所留下的神卵，显然这位2代圣神已是诞生了，并且已经成长了起来。白袍男子轻轻的点了点头，道：此前发现了一方大世界的存在。是，而且那座大世界中似乎还并未有守护者诞生。圣神之子微微一笑，道：将这次发现的大世界占据之后，就将这方大世界作为我们圣族的大本营，此后便可找寻最佳的机会，再重回天元界。吩咐下去，准备对这方大世界动手吧。是。黑暗中有人影渐渐退去，圣神之子也是闭拢了双目，而当其再度感应到有动静，缓缓睁开眼的时候，已是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时间。圣神，我圣族大军已至这方大世界之外，我等与这方大世界内的土着已交过手，他们的实力似乎并不弱。呵呵，好歹也是一方大世界，底蕴自然是有的。圣神之子并不感到意外，不过这些土着在与我们厮杀间，倒是给我们取了一个另外的名字，叫做域外邪族。圣神之子的唇边泛起一抹邪气的笑意，喃喃道：域外邪族嘛，这名字倒也很贴切。那些曾经的过去，并没有什么好留恋的，圣族之名已是过去式了。也罢，从今往后，我们就是域外邪族，而我就叫做天邪神。此话一出，也是令得周围的一些人影微微一颤。这气势不输当年的圣神，这圣神之子的实力似乎比其圣神更强。如此甚好，既然圣神已经改名天邪神，那么吾等就改名圣天魔帝。泰米古圣也是嘴角一笑道：吾等改名暗天魔帝。新天魔帝、灵天魔帝，我们也改名异魔族，而我就是异魔皇。一道道的声音自诸多人影的身上传出，似乎这些人影的实力非常的强大，不知这方大世界将会面前怎么样的灭世之灾，能否化解这一场毁灭浩劫。哈哈，入侵其他世界还真是令人兴奋啊！天邪神大笑起来，那一双红色的瞳孔似是有着迫不及待的期待之色浮现而出。禀天邪神，刚刚得到消息，那与我们同样为第2等级位面的天人界，好像也对其他大世界发起了入侵。此时一位魔帝躬声道：哦，入侵是来自什么种族？天邪神有些惊疑的道：应该是天人界10大种族之一的天人族。天人族吗？呵呵，真是非常有意思啊！他们为何也会入侵其他世界呢？难道说他们也是被他们天人界中正义一方的强者给击败了不成？此时诸多人影中的另一位魔帝疑惑的道。天邪神沉默了一声，然后道：应该不是，在我的记忆之中，似乎有人让他们这么做，甚至就连如今也是在那个人的计划之中。诸多魔帝一听，脸色突然一变。什么？天邪神的意思是说，是有什么人在背后推动这一切？就连圣天魔帝和暗天魔帝都是不敢置信，他们作为天元界的先天神灵，自然是有着远超人类的能力，自己的命运可以自己改变。可是就算如此，
他们先天神灵的命运似乎已经被其他人掌控，甚至他们有如今的局面，必定与那推动这计划的人有关。至于这人究竟会谁，就不得而知了。那此人究竟是何方神圣，竟然有着如此恐怖的奇能？圣天魔帝想着都感觉汗毛竖立。这人绝对是一位绝对超前的神圣存在，比我们这些先天神灵更为的强大，不是我等能够触及的存在。既然我们已经入了此人的计划之中，那么我们也只好照做了，毕竟总比还没回到天元界之中被杀死的好。天邪神说着，则是一脸平静，不过内心则是同样不冷静。但是这方大世界，他必须要去占领。诸魔帝、诸魔皇，你们率领自己的族人，开始攻占这一方大世界吧。天邪神的话音落下，无数艘方舟驶入这大世界中，无边的魔气开始从大世界的外围处急速地向大世界边缘四周扩散开来。大千世界浩瀚无尽，万族林立，这里是位面大陆的中心，由无数片大陆组成，连接着诸多下位面的大陆。距离那大千世界与小千世界的大劫已过去数万年，大千世界已经从当初的百废待兴逐渐恢复过来。虽然没有顶巅峰时期的盛世，但也不是大劫后的满目疮痍。自那一场大小千世界的大战之后，大千世界和小千世界皆是破碎不堪，整个大千世界和小千世界险些直接崩溃而去。不过只要这方世界的苍穹之心还存在，那么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的恢复过来。大千世界北荒大陆坐落于大千世界的中央区域，乃是大千世界无数大陆中为数不多的一座超级大陆。随着大小千的那一场大劫，世界破碎以来，无数座大陆分布在大千世界的各地，有大有小，如群星闪耀。北荒大陆便是地域最为辽阔的超级大陆之一。由于北荒大陆的地理位置，再加上其地域之辽阔，资源之雄厚，自远大千世界诞生以来，这里就引得无数势力强者争夺。经过几十万年的势力间的争霸，大大小小的势力不断覆灭，又有大大小小的势力不断崛起。时隔至今，北荒大陆仅存三大霸主级数势力，争夺这方北荒大陆的绝对统治地位。这三大霸主势力分别是叶氏一族、赵氏一族和李氏一族。其中这三大霸主经过数千年的争斗，终于有了一个结果，那就是叶氏一族成为了北荒大陆之上的最强统治者，而赵氏一族和李氏一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叶氏一族登顶北荒大陆之顶峰。夜晚，星河的璀璨，群星明亮的星光洒下，将北荒大陆漆黑的夜晚点缀上缕缕星光。叶氏一族的领地，一道盘坐山巅的身影披洒在星光之下，显得异常神圣无比。这道身影乃是一面容英俊的青年男子，身披一身白袍，双目紧闭，周身不断有着紫金色的光团，仿佛要凝成实质，显化世间，不朽不灭。古老苍茫的气息自那上面散发而去，这正是不朽的本源，最为纯粹的不朽本源，而这就是不朽之力。很显然，这青年男子正在利用不朽之力在修炼。忽然，青年男子睁开双眼，周身的不朽之力似化作流水，在其周身流淌，微微震荡着附近的虚空，掀起一阵阵涟漪。突破圣品巅峰已经有数百年的时间了，为何没有再度提升的迹象？难道说圣品之路便是修炼者的尽头了吗？叶天，你是不是自从将修为突破到圣品天至尊巅峰，就再无法提升一丝一毫了？此时，一位中年男子身穿黑色衣衫，看上去极为的平凡无比，但却是一位实力不凡之人。对，不死大长老是否知晓其中的秘密？叶天听到身后的声音传来，便是立马转身走近。这位黑色衣衫的中年男子看着叶天微笑道：“那是因为圣品之路是如今大千世界的巅峰，不过在这巅峰之上还有着更高的广袤新天地，想要突破圣品巅峰，则是需要一个契机。”契机是什么契机？叶天闻言竟有些不明白这其中的意思。这个契机就是世界的意志，只要你感应到这大千世界的意志，召唤苍穹榜，在榜上刻上自己的姓名，便可拥有大千世界的世界伟力，超脱圣品之上。黑色衣衫的中年男子说着，语气都变得沉重起来，似乎想要召唤苍穹榜并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世界的意志，苍穹榜，超脱圣品之上。叶天心中暗自默念，对于这些发行新大陆的信息，都是让他这位北荒大陆的第一强者都感到无比的震惊，然后双眼紧闭，释放出自身的全部灵力，开始在这片天地间扫荡出刚刚所说的世界意志。不过，就算叶天毫无不保留的去感应这方世界意志的时候，依旧没有感应到所谓的世界意志，仅仅有的是调动了这片天地间的灵力而已。叶天无论怎么去感应，还是无果后，便是睁开了双眼，非常不解的道：“不死大长老，我全力催动了自身灵力，依旧没有感应到你所说的世界意志。”这位黑色衣衫的中年男子笑着道：“那是因为你的修为境界还达不到那么门槛，虽然你已经达到圣品巅峰，但是距离圣品的尽头还有一段距离。对了，1个月后不朽山将会开启，在其中你便可获得一些机缘，甚至能够在其中让你获得超脱圣品之上的契机也说不定。”闻言，叶天的眼中散发出坚毅的光芒，
让人不敢直视。不朽山，我叶天定会在那里超脱圣品之上。1个月后，叶氏一族的地狱乃是在北荒大陆的空间中开辟而出的小世界，乃是北荒大陆的3大霸主势力之首位。就连叶氏一族、李氏一族都被叶氏一族力压一筹，足以想象叶氏一族的底蕴究竟是多么的强大无比。就算开辟出空间的小世界也不算什么。此时，一方巨大由白玉砌成的广场之上，叶氏一族年轻骄子云集，足足有数十人，叶天便是其中之一。数十人相互分成了一个个小队伍，叶天也拥有一个小队伍。叶天站在人群之中，气质飘渺不凡，自有一番风度。比起之前，有了一番更为深沉的变化。隐隐有鹤立鸡群之势，引得其叶氏一族中的众长老频频赏心悦目，因为他们叶氏一族里竟然诞生了叶天这等天才中的天才。感受到这位北荒大陆的第一强者叶天体内所散发出来的浩荡强大的气息，就算是众长老都忌惮不已。虽然叶氏一族中的众长老年纪要高于叶天这些年轻一辈人，但是论实力来讲的话，叶天当属叶氏一族第一。没想到这小家伙如今已经成长到这等高度了，真是后生可畏啊！不死作为众长老中的大长老，修为实力自然是这些长老当中的最强。不过就算是不死大长老，在感受到叶天体内散发出来的那一道气息的时候，连他都要忌惮一丝。叶天闭目自息，气息屹立于天地之间，不为所动。其中几位白胡子的长老们见此，不由得满意的点了点头，心中暗道：气息醇厚，心境又不凡，相比于之前，变化又是如此之大，恐怕要不了多久，就算在圣品天至尊中，将会是一位传奇般的人物了。就看叶天在这次不朽山里表现得如何了。若是表现优异，甚至有可能感应到那个契机，超脱于圣品之上的更强存在。清灵舒爽的空气中充斥着浓郁至极的灵力。北荒大陆作为大千世界上的超级大陆，灵力远超其他大陆的想象。不朽山位于北荒大陆的中心，也被称为天下第一山。此时不朽山下已是强者如云，浩瀚恐怖的气机充斥在不朽山，巍峨磅礴，直插天穹。苍茫亘古的气息从不朽山上绽放，似乎永不磨灭，亘古永存。传说北荒大陆之所以能在大小千世界的那一场大劫下保存下来，便是因为不朽山的存在。可想而知不朽山的伟大和神圣。不朽山啊！叶氏一族中的天骄望着这座不朽山，都充满着深深的敬畏以及渴望。就算是这些立于世间巅峰淡泊名利的天至尊，也同样如此。因为这座不朽山乃是遗留至今为数不多但还能存在的不朽山，隔着非常远的距离，众人都能感受到不朽山那浩瀚的威能。自那大小千世界的大劫之后，大千世界遗留着大量的那个时代的遗迹，无数的传承以及神器、神物遍布。而在如今这个时代，很多绝世强者都是因为得到了这些传承遗物，奇遇连连，才一跃成为了绝世强者。如前不久所创立的炎雷宫，修炼炎雷经，以炎雷之力威震大千世界的炎雷尊者，还有一手一阵印，一印便是一世界的天阵老人，以临阵之道屹立于大千之巅的巅峰强者等等绝世强者，很大一部分或多或少都获得了那个时代的遗泽。虽然那个时代发生了灭世的大劫，但对于后人而言，何尝又不是机缘？不过经过了后人数万年的探索，再多的遗迹以及传承都差不多被探索得干干净净。在北荒大陆上同样也是如此，还能遗留数万年至今的遗迹，莫不是那些今世传承传闻与那是时代的主宰者有一定的关系。不朽山便是传闻与那个时代的主宰者有一定的关系。至于那个时代的主宰者是谁，有着什么经历，什么伟大的传说，由于那个时代的大劫引发的文明断层，他们这些后人也不得而知了。只知道那主宰者是当时时期最强的人之一，被世人称之为不朽之主。而那位主宰者所掌握的不朽之力，不朽之力是这个天地间蕴含着不朽之意的独特力量，神秘莫测，强横无匹。这座不朽山之内蕴含着大量的不朽之力，其内的很多物品如神器至宝之类的都蕴含着不朽之意，使得这里的每样物品都珍贵至极。就算是最低层次的，都让九品至尊乃至于的至尊都极为的惊颤。至于一些更为珍贵的，那是连天至尊都为之争夺的东西。这一切的一切都让大千世界的所有强者都为之疯狂。更重要的是，不朽山最深层次的秘密还未被解开。这一日正是不朽山开启的时间，几乎北荒大陆的所有势力，所有的强者都聚集于此。快看，天玄道人居然都来了！传闻他已经有数百年都没现身过了，居然还真是那位踏足圣品的那位超级强者天玄道人。还有无影宗的宗主无影宗主，数百年前便已突破仙品天至尊，如今也不知何等层次了，居然也降临不朽山了。在他一旁的应该是无影宗的那位大少爷吧？传闻他在数十年前便是九品至尊，早已可以突破到的至尊，但是他选择没有去突破，而是压制到至今，就是为了此次的不朽山。不仅如此，还有火龙尊者，竟然连大千世界的魔兽族的超级强者都出现了。以往百年千年都不见一次面的天之至尊，如今都纷纷现世，让众人纷纷侧目，面露惊色，议论纷纷。这不朽山的吸引力果然可怕，
每一次不朽山的开启，都是我们北荒大陆最大的盛会之一。我们北荒大陆几乎所有的霸主强者也都会出现。不错，不知道统治北荒大陆的3大霸主势力的人什么时候到？他们不来，我们根本无法进入。不朽山之下，淡金色的光辉散发，众人可以从那光辉之中感受到一种屹立于光阴之上的威能，震荡着虚空站立，仿佛有着什么伟大的存在降临。忽然，天地之间的光明大放，无尽的光辉灿烂。天至尊以下的强者下意识地将双眼闭上。是谁？在那光明之中，有着浩瀚的威压浮现，光明散去，众人睁开眼，眼中有着愤怒的火焰燃烧。不过当看到那威压尽头的人群后，愤怒的火焰渐渐熄去，取而代之的是一脸忌惮。无尽光明散去，一群气势如虹，一道人影耸立在空中，他们笼罩在圣光之中，裁决光明的气息浩浩荡荡，不加掩饰，好似天地间的执法者一般，让众人忌惮恐惧。哪怕是无影宗主还是火龙尊者，这类强大的天至尊也是忌惮无比，一脸凝重地看着这道人影。李氏一族。李氏一族乃是北荒大陆3大霸主势力之一，不比北荒大陆另外2大霸主势力逊色分毫。但是后来由于叶氏一族的那位绝世天才横空出世，也改写了原本3大霸主势力维持近数几千年的平衡。传闻李氏一族乃是在数几千年前第一任李氏一族中的圣品强者所建立，而继承的乃是无尽光明体。无尽光明体乃是原始法身之一，也正因为获得了无尽光明体的原始法身，李氏一族才屹立近数几千年不倒，一举成为北荒大陆的3大霸主势力之一。是李氏一族的人来了，远离点！李氏一族的人一向霸道，拥有无尽光明体，不是我们能够惹得起的人物啊！年轻弟子之中，为首的那位青年，应该便是李氏一族这一代的圣子李觉。不错，传闻他得到了李氏一族的族长认可，让其进入李氏一族的禁地历练，同时也传承了无尽光明体的原始法身力量。李觉是一位面容俊美异常的年轻人，全身都散发着神圣的光辉，一身圣洁的白袍，负手而立，睥睨的目光看向不朽山，丝毫没有理会众人的议论。他的一出现，之前容光环绕的无影公子一下变成了陪衬，就如大日之下那些不是那么耀眼的群星一般。李觉。无影公子见到这一幕，心中妒火燃烧，不过他好似想到了什么，心神忍不住站立，妒火瞬间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丝丝恐惧浮现。他怎么也忘不了，当初就是这个男子用一只手轻松地将他镇压，要不是手下留情，看怕自己早已陨落。哈哈，李觉兄，你来得到挺快的呀！一道震耳欲聋的声音响彻在天地之间，声音霸道无匹，在众人耳中回响。猛然间，天空出现一群人，衣着华丽，霸道至极的气息毫不掩饰释放着，比李氏一族的人更加霸道。李氏一族虽然霸道，可更重秩序，而这群人则是肆无忌惮的霸道，好似没有什么可以阻拦他们。这群人中为首的乃是赵氏一族年轻一辈中的天子骄子，与李氏一族的李觉一样，此人仅仅一个眼神，便是有着气势磅礴的太灵之力散发而出，令得众人都是睁不开眼。赵氏一族的圣子赵无恒。众人望向他们，脸色发白，同样离得远远的，因为赵氏一族的威名更是威震大千世界，同样拥有着原始法身之一的太灵圣体。赵氏一族的人又如何？终将会被我们李氏一族所压制。李氏一族的李觉玄光全身笼罩在圣洁的白光之中，裁决般的声音响彻四周，然后看向远方的那片空间。叶氏一族的叶天也到了呀，还真是令人愤怒啊！而赵氏一族的赵无恒并没有理会李觉的话语，因为他们之间的差距微乎其微，势均力敌，想要压制住自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远方古老的气息弥漫，只见一群人浮现，散发着可怕苍茫的不朽气息。叶氏一族也拥有一座原始法身，这座原始法身的名字叫万古不朽身。如今万古不朽身由叶氏一族的圣子叶天所继承，很快他们的身影便是出现在了这里，叶天赫然就在其中。这群人正是叶氏一族，如今北荒大陆中3大霸主势力。降临不朽山，叶氏大长老不死，乃是一白发飘飘、一袭黑色衣衫的中年男子，面容上不怒自威，全身散发着一股顶天立地的气势。那浩瀚苍茫的圣品天至尊威压更是显露无遗，这股圣品威压竟是隐隐间压制了在场的所有超级强者。但是唯有李觉和赵无恒2人神态自若地看着不死大长老。很显然，不死大长老的实力都强于众强者，不过却弱于李觉和赵无恒。不死大长老的目光紧紧盯着李觉和赵无恒2人，因为在这里的众强者唯有对这2人充满了一丝忌惮。不过叶氏一族的可不是不死大长老实力最强，如今最强在乃是年轻一辈中的绝世天才叶天。他们3大霸主实力经过了数十年的争斗，叶天以自身更为强大的巅峰力量略胜李觉和赵无恒一筹，最终叶氏一族成为的3大霸主实势力之首。下面的人不知道，可是对于李觉和赵无恒则是很清楚，这不死的实力是的确很强大，达到了圣品后期超级强者，但是比起李觉和赵无恒还是要弱一些。
因为在圣品后期之上还有圣品巅峰，达到这个层次的境界乃是大千之最。这等巅峰强者，目前在整个大千世界也是不出5人。李傕、赵无衡以及叶天乃是巅峰强者之一，而他们3人正是突破到了圣品巅峰。至于他们如何走到圣品之路的尽头，就看这一次不朽山将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历练了。不死在年轻之时，便是横推北荒大陆，年轻一辈无敌手。如今大千世界的后起之秀人才辈出，曾经的北荒大陆第一强者的名号也转手拱让。如今北荒大陆的第一强者乃是叶氏一族的叶天。随着叶天等人的出现，李傕和赵无衡是目光以极度愤怒之意看向叶天，毕竟后者的实力竟然比他们更强一丝。不过他们2人依旧不认输，还想着再度击败叶天的打算。3人对视一眼，好似达成了什么协议。心照不宣，不朽山的开启，他们这些年轻人才是真正的主角。李氏一族的李傕，赵氏一族的赵无衡，别来无恙啊！叶天一袭青衣负手而立，目光似鹰，满脸的自信。在他的感应中，这2人虽然在此前被自己略胜一筹所击败，竟然没有将他们的心智打击到，反而更让这2人有了更强的斗志。此时却是感觉到这2人的实力得到了更大的提升，竟然连自己如今都没有把握再度击败他们。叶天知道，在不朽山中，这2人将是他的最强大敌。就在这时，苍茫古老的光辉自不朽山内部爆发，一股巨大的金黄光柱冲天而起，搅动风云，不朽的气息蔓延开来。远在数十万里外，一位穿着黑色衣袍的老者盘坐高峰，全身气息变幻不定，好似要完全与天地合一。其周身弥漫着无比磅礴的灵力波动，这股波动显然已经达到了圣品巅峰，准确的说，应该是达到了圣品之路的尽头。猛然间，他睁开了双眼，目光穿破重重虚空，看向了不朽山。这种气息居然是不朽，虽不是真正的不朽，但也有了一许不朽的韵味。看来圣品之上的那未知境界将会再度被引动出来了。而距离不朽山也同样数万10里外的一处山峰之上，一位灰色衣袍的人影负手而立，望着他们所看的同一处地方。不朽之意终于出现了，不知道这一次将会是谁传承这般强大的不朽之意呢？真是令人期待呀！一位身披灰色衣袍的老者，苍老的面庞上露出一抹微笑，同时散发出圣品巅峰的气息，竟然与叶天等人一样，甚至更强。因为这位老人的实力同样已经踏足圣品之路的尽头。踏足圣品之路的尽头，乃是大千世界如今的最强者，可谓是这个时代的巅峰代表。不朽山下，古老的不朽气息似将众人引入到了那个数万年前辉煌的时代，再现那个伟大的主宰时代。这种气息绝对是超越了天至尊问鼎掌控世界的意志，远远超越了圣品巅峰的力量。感受着这浩瀚近乎不朽的气息，站在圣品天至尊巅峰的3人感受最为深刻。3人都是站在是如今大千之顶峰的绝世强者，又传承了原始法身的力量。不愧是不朽之一啊，这果然太强大了，要重现圣品之上的那个境界了吗？主宰之境可遇不可求，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踏入那个境界。此时叶氏一族的不死大长老长叹一声，好似万古不变的脸庞之上浮现出遗憾和不甘的神色。在圣品之路上，那些巅峰强者几乎已经走到了尽头，最为接近那个传说中的境界，缺少了那个契机。这些巅峰强者也已经具备冲击那个境界的资格了。在不死大长老的记忆中，再度浮现出了数万年前那大劫之前的世界画面。那是一个拥有主宰之境的时代，威震大千小千的主宰者，哪怕是在辉煌的主宰时代，依旧有着那2位传奇之人屹立于主宰之巅，那就是大主宰。那是因为不死大长老就是在数万年前那一场灭世大劫中所幸存下来的人物，自然知晓传说中的那个比圣品更强的境界。想要突破那个境界，需要一个契机，而这个契机就是引动苍穹榜。不过这一次不朽山的开启，倒是能够机遇这般契机。在如此众多的天之至尊中，究竟是哪位人物会引动这等神秘的契机呢？自数万年前的大劫之后，大千小千世界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坏，功法品阶的掉落，本源流逝严重。为保存自身并积累下一次的恢复晋升，这方世界的意志也变得薄弱，不足以支撑这类强者的出现，因此封锁了圣品之上的道路。这也导致那一场大劫之后，经过数万年到至今，再也没有一位天至尊之上的强者出现。不过这方世界有着数万年的积累恢复，世界的意志也逐渐的恢复鼎盛，又有天命之子的出现，这道壁垒应该会慢慢的被打破了。看着不朽山的开启，仿佛就是打开这道壁垒的机遇。不死大长老叹了一口气，目光又望向不远处的叶天身影，似是在后者的身上看到了一丝希望。毕竟叶天的来历不凡，他也是非常的清楚。愿你这次在不朽山中突破圣品，迈向那令所有天之至尊所向往的主宰之路。这么多年来，不朽山也开启了数次，直至如今还未解开其中的秘密。这个秘密究竟是什么呢？众多天至尊的超级强者心中暗道，这些天至尊不乏在年轻时候的自己也曾进入过不朽山，甚至得到过一场造化，对于不朽山有着很深的了解。这座不朽山
绝对蕴藏不朽的传承。不朽山拥有夺取天地造化的能力，能在其中得到多大的造化，就看自己运气了。吴义林对着叶天说道，语气之中有着一丝威严。这一次的不朽山乃是我们李氏一族大翻身的机会。叶天，不知道在里面的交手，你还会不会有那么好的运气？叶天则是没有答话，毕竟吴义林的确也是一位巅峰强者，如今就算是自己全力对战，都是难以将其击败，这心智实在是太强大了。另外一边，赵无恒则是对着赵氏一族众弟子低声冷冽道：进入不朽山，全力截杀叶氏弟子叶天。赵氏一族的众弟子闻言，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之前的账，这一次我并尽数奉还给你，到时候你一死，你们叶氏一族仅有不死那老家伙一人，虽然实力也强悍，倒是依旧成不了什么气候。届时你们叶氏一族就会彻底的被移除北荒大陆的三大霸主势力的行列了。赵无恒心中暗自道，对于叶天之前将他击败的事情，他实在忍受不了。他乃是赵氏一族的圣子，怎么可能会让叶氏一族的称霸？然后赵氏一族的众弟子化为一道道流光，这些弟子的实力竟然全是至尊境的修行者，携带着浩浩荡荡之势冲进了不朽山之中。然后李氏一族与叶氏一族的众弟子都是纷纷跟了上去，最终则是进入了不朽山。一阵空间的变换，天地为之一变，叶天等人这是进入了另一方世界景象之中。迎面来的是一座座高大的山脉，天地间荡漾着恐怖的灵力，灵力之中更蕴含着一种奇异的物质，那是一粒粒肉眼不可见的紫金色微粒。若非叶天前不久一朝顿悟，心灵升华，隐隐间对于世间万物的感悟，还真无法现这些紫金色微粒。但即便如此，他也无法窥视到紫金色微粒的本来面目。怎么可能？叶天深吸一口气，只感觉全身细胞都在颤栗，隐隐间寿命居然增加了一丝。虽然这一丝对他而言微不足道，但若是常年生活在这里，哪怕普通人都可以活上数百年之久。这简直就是一方真正的世界，比外面的天地压制更大。叶天一眼扫过整个天地，只见整个天地生机勃勃，高大的古木古树遍山，不时有着生灵出没，竟没有半点孤寂荒凉之感。因为是紫金色微粒的缘故，使得整个天地荡漾着淡淡的紫金色的光辉，给人一种这是一方亘古永存的不朽世界。迟早有一天，我也能达到超脱圣品的那个境界。叶天心中暗暗誓道，一种坚定不移的意志在心中产生，不可动摇。虽然他知道这很渺茫，在心灵蜕变之前，这是他不敢相信的。如今一朝蜕变，哪怕再渺茫，他也相信他可以的。按照地图的标识，还是先去不朽海洋看看。叶天化作一道流光，划破天际，向着这方世界里的不朽海洋而去。不朽山开启过很多次，其内部早已被众人探索了大半，只有核心地区还是未知的禁区。作为叶氏一族的圣子，叶天自然有相关关于不朽山内的地图。不朽海洋上，当叶天来到这里时，已经有陆陆续续的人都来到了这里。而不朽海洋作为产宝得最多的地区之一，自然不差有人来此处寻宝。每一次不朽山的开启，经过上百年的不朽酝酿，不知何原因，又衍生了诸多造化，宝物奇材自然是不少的。这也是不朽山经过很多次的开启，仍不曾枯竭的原因。来到不朽海洋没过多久，叶天气运爆棚，便找到了不少蕴含不朽之力的宝物，其中还有3件不朽宝物。也正是因为如此，惹得不少有心人的注意。大少爷，根据我们的情报，那叶氏一族的叶天不知夺了多少不朽山中的宝物，其中还有3件蕴含不朽之力的生物，他们也没有掩饰。闻言，这位被称呼为大少爷的人，正是无影宗的吴义林，无影宗宗主的大儿子，实力9品至尊巅峰，本就有着冲击的至尊的修为。而这一次进来不朽山，就是想要在其中获得不朽宝物来冲击的至尊，说不定还能够达到大圆满的至尊，也说不定。此时吴义林眼中闪过一道金光，有些心动。吴义林运转自身强大的灵力，苏以后在他的手中演化成刃，将眼前实力堪比的至尊的海兽击飞，一团笼罩在淡淡紫金色光辉的光团飞到他手中，实力可怕的惊人，看得一旁的弟子都是全身机灵。要知道他来不朽海洋也很久了，就是没有得到1件不朽宝物，而叶天居然得到了3件不朽宝物。作为无影宗的大少爷，虽然他不缺少这些宝物，但不朽宝物却不同，蕴含着不朽之力的宝物比寻常宝物品质高出不少，他都很是非常的心动。叶天，不管你的实力有多强大，对我而言，就算你已经达到了圣品巅峰，我也不会对你有所惧意。吴义林微微的皱眉道，况且我父亲前不久破关，也踏足了圣品之路，其底蕴又是增加了一丝。虽然表面上我们对外放出消息，无影宗的宗主还只是仙品天至尊，实则已经是一位北荒大陆中的圣品超级强者。原本3大霸主势力维持着北荒大陆的平衡，但是随着叶氏一族那位叫叶天的圣子出世，则是破坏了3大霸主势力的平衡点。这些年又随着叶氏一族独大，底蕴深厚无比。我们无影宗早就想要跻身成为北荒大陆的霸主级别的势力，可就一直如何努力都无法超越叶氏一族。吴义林思量着，好像在思索着什么，然后抬起头，眼中凶光闪过。走，如今在不朽山内，我们无影宗集其所有力量来对付这叶氏一族之人。叶氏一族一天不灭，他们无影宗的超级势力就很难成为3大霸主势力。
只要在这里击杀了这位叶天，恐怕叶氏一族也得退位让贤，把这3大霸主势力的位置让给我们无影宗了。无影宗的弟子精神一振，明白了什么，不敢迟疑，则是往开始召集核心战力。没过多久，无影宗便是请出他的父亲和族中一位仙品天至尊的克钦长老。无影宗已经将族中的核心战力都叫了出来。这叶天竟然找到了3件不朽宝物，为了击杀叶天，抢夺圣物，朝着叶天所在地赶去。叶天，交出圣物，饶你不死。流淌着不朽之力的海洋上，无影宗的无义灵以及一旁的众多弟子将叶天一人堵住。饶我不死，那就要看看你们这无影宗是如何从北荒大陆消失的吧。叶天看着无影宗的众人，声音冷冷的道：叶天，不要以为之前击败过李傕和赵无恒，便可以有资格再次猖狂。我们无影宗的核心战力已经全部出动，就算你是圣品巅峰又如何？我们这边人多势众，就算你再厉害，也无法做到一招之间将我们全部击杀吧。不仅是无义灵，此时无影宗的宗主和那位克钦长老也是面露低沉。对于叶天此人，他们所有人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紧接着，他们也不再废话，直接选择瞬间出手。浩荡的气息席卷开来，无影宗宗主和那位克钦长老所散发出来的灵力波动，竟然如此的强大。那位宗主竟然也已经踏足圣品之路，那是货真价实的圣品天至尊。而克钦长老的气息也可怕无比，竟然是达到仙品巅峰天至尊。一位是圣品，一位是仙品的天至尊，联手对着叶天攻去，似是要将叶天打成飞灰。无影宗身为北荒大陆上的超级势力，为了这次不朽山的开启，也准备了非常久的时间，每日每夜的去修炼，使得无影宗的宗主终于踏足了圣品之路。2位天至尊那浩浩荡荡的强大气息席卷开来，搅动的不朽海洋掀起狂暴的海浪。2人一出手，竟是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威能，俨然隐隐间将圣品巅峰的力量尽数爆发。很显然，无义灵和赵无恒的出手便是展现了全力，要将叶天镇杀于此。看见这威势以及蕴含在其中的杀气，叶天心中也是微微吃了一惊，想不到这2人居然会对他下杀手，但他丝毫不慌，没有面对这一击的任何凝重，心中一冷，本想只给你们一个教训，但你们却想杀我，这是你们自找的。说着，浩荡深不可测的灵力从叶天的身上席卷开来，隐隐间，原本晴朗的天空仿佛有着万千星光一闪而逝。叶天体内磅礴的灵气涌动，一股玄妙的力量在他周身显化，原本狂暴被重重卷起的海浪变得更加浩大，宛若海啸，周身灵气涌动，一袭青衣猎猎，一只手负手而立，踏浪而来，强大的气场让众人窒息。怎么可能？叶天突然爆发的灵气以及这种恐怖程度，让的无影宗宗主和那位克钦长老满脸露出不可置信之色。更让他们惊骇的是，只见叶天一只手伸出，一指点出，快到了极致，普留空中一道印痕，满天灵力溃散，有2人浩浩荡荡打出的2击，直接化作灵气消散在天地之间。接下我这一掌就可活。叶天看也不看，脸上无悲无喜，变指为掌，白玉般的手掌闪电般推出，随即一只巨大的灵力化作的巨大手掌在前方凝聚，不朽般的光华在他手掌上闪烁着。这一掌中竟是蕴含着不朽之力，恐怖的威势将海水层层挤压，向着一众人碾压而去，层层封锁，看似慢，实则近在眼前。打完一掌，叶天不再看一眼，转身踏浪走去。没想到叶天的实力竟然如此强大，这就是圣品巅峰的力量吗？雷老，看来你我2人需要全力出手，否则我们都得死在这里了。这一系列动作只在2个呼吸间，无影宗宗主最先从震撼中反应过来，对着那位克钦长老凝重道：从叶天的这一掌中，他们居然感受到了生命的危险，可见这一掌的威能究竟是何等的惊人。无影宗宗主和克钦长老也不再隐藏实力，恐怖的灵力从他们体内席卷而出，全身的气息暴涨不止1倍，迎接上了这一掌。而无义灵也是将9品至尊巅峰的力量全力催动到极致，全身散发出可怕的波动，就算是一位寻常的敌地至尊都会在无义灵的这一力量下重伤。父亲，我来帮你们。无义灵踏空而行，直接轰出最强的一拳，与那叶天的一掌攻击在了一起。后面携带而来的无影宗众弟子被这股威势影响到心神，反应更慢一排，匆忙间迎了上去。后方传来巨大的轰鸣爆炸声，可怕的灵力震荡直接令的空间都扭曲起来。这时叶天的身影已经远去，至于结果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叶天的这一掌乃是将圣品巅峰的全部力量全部爆发，打出这威势恐怖无匹的一掌，在整个大千世界能够抵挡而下的不出5人。不过令得叶天都有些吃惊的是，刚刚那位无影宗的无义灵竟然能够以9品至尊巅峰的力量爆发出堪比的至尊的强大攻势，也是一位修炼天才，只不过死在自己的狂傲之下。无影宗的人应该没有活口了吧？以一掌之力将无影宗这等超级势力在这一瞬间彻底的在这北荒大陆上消失，如此恐怖的力量也只有北荒大陆最强第1人能够做到了。想要在我身上拿东西，就要付出血的代价。站在不朽海洋上，
叶天明亮的漆黑眸子看了一眼天边仿佛刚刚升起的不朽朝阳，大步踏浪走去，伴随在其中的是一股无形的气机，开始在他周身汇聚，那是天命气息，天命的气息。大千世界的气运已经开始向叶天汇聚，就看他能不能成为真正的天命之人，引领一个伟大时代的崛起。拥有天命气息，指的并非某一个人，而是一种人。叶天显然就是这种人。这种人天生气运强大，但并非大到任何危险都能化险为夷的程度。这个时候的叶天只具备天命气息的潜质而已。通俗一点的讲，就是天命之子的预选人。这种人在整个大千世界也不多见，寥寥无几。真正的天命之子是指最后脱颖而出，汇聚了这一个时代的气运，方才是真正的天命之子。而叶氏一族的圣子叶天已经朝这个方向行走了。或许在未来，这叶天应该就是引领他这一个辉煌时代的盖世强者，也就是这个时代大千世界的天命之子。这时不朽山内，叶天出了不朽海洋，向着深渊之的走去。一路上遇到不少狙杀叶氏一族的其他超级势力，不过这些袭击叶氏一族的人都已经被叶天通通解决掉了。一路上叶天大杀特杀，也有不少李氏一族和赵氏一族的附属势力之人也妄想围剿他，进而向李氏一族和赵氏一族邀功，获得大功劳，但都被叶天逐一反杀。叶天的实力毋庸置疑，可以说是北荒大陆的最强第一人，但即便有这样的称谓，也有很多强者想要将其击杀。如果一旦击杀了一位这样的超级巅峰强者，那么那个人将会名声鹊起。但是一路上被杀的都是其他势力的人，而叶天根本没有受到一丝影响。在不朽山内也令得不少人开始忌惮叶天这等恐怖的存在。这个时候，北荒大陆进来的诸多的至尊强者和天至尊超级强者也都知道了李氏一族和赵氏一族联手开始绞杀叶氏一族的信息，不由得吃惊与震撼。要知道，叶氏一族、李氏一族、赵氏一族皆是北荒大陆上的三大霸主势力，而且能够对抗也是一族的叶天，就算是李傕和赵无恒单独一人，恐怕也不是叶天的对手。而且三大霸主势力的底蕴相差不大，想彻底灭掉对方几乎是不可能，所以唯有李氏一族和赵氏一族两家联手，才有会将叶氏一族击败。如今李氏一族和赵氏一族联手围杀叶氏年轻的圣子叶天，众人也不难猜到，随着他们两家霸主实力的联手，已经向叶氏一族全面宣战了。李氏一族与赵氏一族联手了，开始大肆狙杀叶氏一族弟子。看来李氏一族与赵氏一族已经联手，是对叶氏一族全面开战了呀！北荒大陆终于又迎来了狂风暴雨，一场震动大千世界的大战即将开始了。这种级别的超级霸主势力开战，真是百年难得一见啊！也不知道叶氏一族能否顶住两家霸主主势力的联手，应该可以吧？毕竟叶氏一族有一位我们北荒大陆的第一高手叶天，在大千世界都是威名赫赫的超级巅峰强者之一。那可不一定啊，李氏一族和赵氏一族都不差。叶氏一族这些年虽然诞生了叶天这一位的超级巅峰强者，而李氏一族与赵氏一族也是同样如此。李傕、赵无恒无一不是北荒大陆上的超级巅峰强者。一路上走来，几大交易区乃至荒野奇地，到处都是关于三大霸主势力开战的议论声。叶天静静地走过，目光有些冰冷，脸上满是凝重。他知道叶氏一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已经逼近了。他的周身是一大群叶氏一族的弟子，有螃蟹，也有附属势力的人，都是一路上被叶天在李氏一族和赵氏一族追杀中救下，进而跟随他的人。不过相比之前进来跟随叶氏一族的一大群人，已经少了很多。很多人察觉到不妙的风声，远离叶氏一族，免受无妄之灾也是正常的。也只有在这种时刻，才是看清人心的最好时候。不过这也很正常，跟你有利益保障，自然就附庸；利益受到危机，自然就远离了。叶天带着一大群人快速向着深渊之地赶去。深渊之地便是叶氏一族主力的所在，叶氏一族几十位嫡系弟子一半都汇聚在那里，只有汇合在一起，他们才有胜利的希望。随着愈发接近深渊之地，整个天地也悄然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变化。来到深渊之地，天空不复之前的晴朗，有些灰暗。原本完全被不朽威力充斥融合的天地，有了一种邪恶的力量侵入。这种邪恶的力量异常可怕，一点也不逊色于这里的不朽之力，与天地格格不入，是一种不同于灵力的诡异力量，阴冷之极，令人心中发寒。而在深渊之地之中，不朽之力也只能压制这种力量，不能完全磨灭。这股邪恶之力是域外的那些魔气吗？叶天踏上这片大地，感受到游离在天地间这种邪恶力量，深吸一口气，面色无比凝重道：在古籍记载中，大千世界虽大，但是也并非只有一个世界，在大千世界之外还有其他未知的大世界，而他们叶氏一族作为北荒大陆的超级霸主势力，自然是知晓一些祖籍记载的事迹。大千世界外的东西就被称之为域外。叶氏一族一直有一个祖训，那就是抵御这些域外的入侵，守护大千世界。这是魔气？身后跟随者闻言大吃一惊，脸色苍白，好似想到了什么。果然，很快他便感受到游离的魔气开始无孔不入地侵蚀着他们，同化他们体内的灵力。如果不加以制止，就会被魔气转化为魔躯，彻底的失去理智，
大家赶快催动灵力，抵御这种邪恶之力。这只是出入深渊之地，不是深渊之地的深处，不需要不朽之力护持。魔气被不朽之力压制得很厉害，以我们的修为，足以抵御这些魔气的侵蚀。叶天转头便是对着众人大声喝道：“如果有蕴含不朽之力宝物，也可以借助其中的不朽之力护持己身。”众人闻言，有的催动灵力抵挡魔气侵入，有的则动用不朽之力的宝物护持己身。而叶氏一族弟子则催动自身修行的功法，很轻松地抵御了这些魔气的入侵。作为叶氏一族的弟子，他们所修行的便是他们族中的独特功法，所修炼出来的独特灵力已经不比大多数的魔气差了，自然可以很轻松抵御魔气的入侵。这也是为什么叶氏一族可以成为北荒大陆的超级霸主势力，能屹立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此时的不朽山最深处，一道漆黑深邃的深渊，犹如是一轮黑洞，吞噬着这里的一切灵力、空气，通通不存，就连空间在那里也仿佛化作了虚无，继续吞噬着周围的一切生灵。那是让圣品天至尊都为之绝望的邪恶之力。若非深渊四周的不朽之力压制住了他，恐怕会是北荒大陆乃至于大千世界的一场结束。古籍记载，大劫刚刚降临，苍穹喋血，黑血流淌，整个天地猛然黑暗了下去。一道灭世魔光击穿苍穹，破灭无尽星空，直入不朽山。这里的天地一片荒芜，破败不堪，寸草不生，四周的空间呈现破碎的姿态，两股笼罩整个天地的可怕威压在这里纠缠着。此时叶天满身煞气，仿佛经历过了一场大战，站在破败的山脉上，远远地感受着这一切。在他的后方是叶氏一族这一边的人，而在他的旁边是两位气质超凡的青年男子，正是叶氏一族之前最出众的两位嫡系弟子叶氏、叶璇。不过叶天作为圣子，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一人之力击败李傕和赵无恒，这等恐怖的实力，叶氏、叶璇再不甘也只能承认叶天的地位。这不朽山的深渊之地果然可怕。叶氏感叹道：“是啊，这是何等伟岸的力量，才能造就这等灭世禁地？哪怕是圣品天至尊，也远远做不到吧？”叶璇也点点头，一脸敬仰道：“显然对这种层次的力量是他们所向往之路。”在他们前方的远处，一片黑暗，隐隐间可以听见恐怖的塌陷轰鸣声不绝，撕裂一切。一块块破碎的空间碎片漂浮在四周，急速旋转着。以他们的实力，哪怕借助了一件蕴含不朽之力的宝物，也不敢靠近，也只能远远看着。他们所处的破败山脉，则是处于边缘的一块空间碎片，方圆数百里，静静漂浮着，在那深渊的引力作用下，缓缓围绕深渊黑洞中心转动着。除了这一块空间碎片，最边缘的一层还有诸多空间碎片，每一块空间碎片都宛若一座座或大或小的岛屿，诸多岛屿上总立着规模不一、古老沧桑的宫殿，哪怕经历了岁月的腐朽，但在不朽之力的保护下，彰显着它曾经的辉煌。在辉煌的宫殿，终有消逝的时刻。叶天看着眼前这一座座破败不断坍塌的宫殿，叹息道：“这里曾经便是不朽山的核心区域，遭遇大劫，那一道灭世魔光直接打进了这里，破碎了核心区域的一切，反倒是外围区域并没有遭遇什么损坏。当年这里乃是一座不朽宫，而不朽宫宫主实力已达圣品巅峰的尽头，甚至传闻已经超脱圣品之上，宫内强者如云，天至尊就有数百位，其中就连圣品天至尊也有数十位。如今这里还有诸多恶传承仍在，只是哪怕强如不朽宫宫主，当年也无法庇护他座下的弟子。灭世魔光之下，除了不朽宫宫主，这些弟子瞬间陨落，连一点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叶氏看着前方一望无际的黑暗和四周的宫殿，眼中有着火光闪烁。走吧，能得到多少机缘是多少机缘，之后还有一场更加严酷的生死存亡之战，还等着我们去打。叶天也是收敛了神色，脸色凝重地对着他们说道：“好。”众人点头，他们早就渴望不朽宫中的传承机缘了。叶天转身，深深看了一眼那恐怖黑暗，随即率领众人开始探索这座岛屿上的诸多宫殿。与此时，就在叶天他们不敢踏足的黑暗深渊之中，恐怖的魔气风暴疯狂搅动着，四周空间纷纷破碎，早已化作一片虚无。